Hello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七七。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这个產品？這個呢是果凍水粉，曾經有一段時間在網上非常的流行，很多的藝術類的博主都做過跟它相關的視頻。我也是那個時候看了這些視頻被種草的這個產品，然後就買了一盒。買到手，我用了幾次以後，我就發現，它並沒有我想象中的那麼好用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給閒置了。之前不喜歡它呢，是因為我通常用的水粉顏料呢，都是溫莎牛頓或者是赫爾拜因，再或者是史明克這一類型的藝術家水粉。他們使用的時候呢，我會通常先給它稀釋，然後薄塗，然後一層一層的疊加上去。我來給大家看一下我用藝術家級的水粉顏料畫的一些臨摹的作品吧。這個一些天空和雲朵的學習。海還有水的學習，然後這是網上一些隨便的照片，可能有點像那個 Studio Ghibli 的宮崎駿的一些照片畫的吧。然後這個也是用水粉畫的，還有這個小魚。但現在想來，其實這個方式並不適合這種果凍水粉。那我當時買完以後，就用了幾次，覺得它不好用，我就把它放在櫃子裡面，然後就沒有再動過它。它慢慢的自己就乾掉了，然後就整盒全部乾掉。我前兩天突然心血來潮，然後想說要不要再給它一次機會呢？我就大概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吧，然後給它泡水攪拌，泡水再攪拌，攪到我的手都酸了，然後終於把它給救活了。它乾掉，我沒有拍任何照片，所以沒有辦法給你們看。但是它救活了以後，其實這個狀況跟新買了不久的也差不多，就是還蠻好的。其實救活這一盒飲料大概花了我1天的時間。如果是按就是上班的工資來算的話，那可能一整天的上班我可以買10盒這樣的飲料。所以就只是性價比來說的話是非常的低，但是這個過程還是很療癒的，就是不管是攪拌也好啊，還是看着這一盒盒乾掉的飲料就獲得新生，然後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。所以我其實本身還蠻怎麼說呢，就是蠻享受這個過程的。我把它救活以後，我就在想我要怎麼樣去使用它呢？突然就靈機一動，因為最近我不是很喜歡畫油畫嗎？但是呢，澳大利亞這邊的夏天會變得特別熱。現在雖然還很涼快，但是慢慢的就會熱起來了。然後等天氣熱起來以後，就要開空調，就不能就是又開門又開窗這樣了。在密閉的空間裡面用油畫飲料就沒有那麼的安全了。然後我就想說，不然我就把這個水粉顏料當成油畫顏料這樣子，就是厚塗，看看會怎麼樣呢？因為它這個顏料一盒量很大，大概每一小盒好像是30毫升吧。看一個白色的，就這麼大一盒。所以呢，我想說，如果我是把它就是厚厚的塗，也不會心疼。正好我前段時間買了一本這個Strathmore 的 Mixed Media Toned Sketchbook，我用過那麼
幾次吧，然後就發現，不是很喜歡它的那個觸，因為跟水彩纸畫上去的那個感覺，差的還蠻多的，尤其是在這個顏料稀釋以後畫上去的感覺，真的是，跟水彩紙就是完全不一樣，所以呢，我就沒有特別喜歡用这個sketchbook，但是我自從救活了這個顏料以後，我在上面試了一下這幅厚塗，就發現哇，原來這個水粉顏料畫在這個沒那麼喜歡的這個紙上，原來效果很好所以呢，突然就有一點感悟，所以今天拍的這個視頻跟大家分享。通過這件事情呢，我就想到說，作為屯鼠的我，買那麼多的畫材、美術產品，很多時候其實有些東西買到手，用個1、2次的，就把它閒置了。要不是就是這個不好用，要不就是那個不適合我。其實呢，也許不是那些美術產品或者畫材不好，是我們還沒有找到使用它的方式。我就在想，這個是不是也可以適用於生活裡面的其他事情？比如說一份工作，我們可能做了幾天，覺得不喜歡這份工作，或者是一件事情做了一下就覺得我不喜歡這件事情，或者一個興趣愛好，但是有沒有可能我們只是沒有找到去喜歡這件事情的正確方式呢？好，今天就到這裡吧，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